和平方案送抵美国，俄乌战争进入新阶段。油轮遭美扣押，马杜罗政权面临新危机。乌军无人机战果惊人，防空系统连环爆。莫斯科再遭空袭，俄罗斯本土告急。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乌克兰突然加快脚步了。就在周三，也就是12月10号，基辅把一份最新版本被视为未来谈判基础的和平方案正式交到了美国手上。而就在同一天，川普丢下一句话：美国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乌克兰问题上。两边的讯号一前一后，整个气氛立刻变得微妙起来。乌克兰的和平方案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意味着俄乌战争正悄悄走向新的阶段？两名乌克兰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证实，基辅已在12月10日正式把最新版本的结束俄乌战争和平方案交到美国手中。这不是一般的文件，而是乌克兰未来可能进入谈判时的基础架构，等于提前让美国看到乌克兰愿意谈什么，不愿意让什么，底线在哪里。这份和平方案的内容目前完全保密，但泽连斯基已经透露了一些方向。他说，整个方案大约有20个核心点组成，外加2份配套文件，一份谈安全保障，一份谈战后经济重建。所有东西都还在打磨，意思就是乌克兰正在有组织的准备后战争阶段。就在乌克兰递交文件的同一天，美国总统川普公开讲话时突然说，美国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乌克兰问题上。外界普遍认为，川普这番话其实是在给基辅施压。意思是，如果真的要进入未来可能的对俄谈判，那乌克兰就得赶快拿出更清晰、更具体的方案。换句话说，美方希望基辅动作要快，把自己能谈、不能谈的底线都摆到桌面上来。而同一天，美乌高层也在谈战后怎么重建。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泽连斯基与美国财政部长以及多名美方高官开了会，双方对重建经济蓝图的关键原则已经完全一致。这份文件讲了3个核心方向：第一，战后经济的复苏必须是看得见的、真实的；第二，重建标准要比过去更高，不只是修回原状，而是整体升级；第三，安全是整个重建的中心，只要安全不牢靠，其他所有计划都没有意义。乌方也确认，除了和平方案之外，另外2份重大文件、长期安全架构以及重建路线图都在同步推进中。这代表乌克兰不是单纯的想结束战争，而是在设计战争结束后的乌克兰。此前，英媒在12月9日披露，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正在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希望他在几天之内回复美国的和平方案，交换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甚至有人透露，川普希望在圣诞节前把协议敲定。消息人士透露，当美方特使把这个要求摆上桌时，泽连斯基的第一反应是必须先跟欧洲盟友商量。他直接告诉美方，这种规模的决定，他没办法单独回应，需要时间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协调立场。根据报道，泽连斯基本周一在伦敦和英国、法国、德国3国领袖会面，商量俄乌战争的下一步。而就在会面之前，他透露自己上周6与美方官员通话了2小时。参与这通电话的，包含先前参加美俄秘密会谈的美国特使威特科夫 Steve Witkoff 以及川普的女婿库什纳 Jared Kushner。据说，他们都向泽连斯基明确传达一件事：时间不多了，请尽快做决定。与此同时，美国抛出一套新的战后欧洲蓝图，而且动作不小。根据《华尔街日报》10日的报道，美国和欧洲官员透露，川普政府已经向多个欧洲国家送上了一系列只有1页纸的文件，里面写着美国对乌克兰重建、对俄罗斯重新回到全球经济的整体愿景。看似简短，实际上在谈判桌上掀起了相当大的震荡，因为这些提案不只牵涉到俄乌战后怎么重建，更可能彻底改变整个欧洲的经济格局。华尔街日报指出，文件里第一个重点就是美国计划让华尔街、私募基金以及大型金融机构利用大约2000亿美元的俄罗斯冻结资产来投资乌克兰的重建项目。
里面甚至包含一个超大型的新数据中心，而为这个中心供电的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厂现在仍然在俄军手中。这个计划如果成真，象征性和政治意义都非常强。另一份附录则更具争议。美国提出一个协助俄罗斯重新融入全球经济的远大构想，其中包括让美国企业直接进入俄罗斯投资，从稀土开采、北极石油到恢复俄罗斯向西欧、向世界输送能源的能力。简单说，美国想用经济、能源与商业合作的方式，把俄罗斯重新拉回国际市场。美方官员的论点是，如果按照欧洲目前的做法，2000亿美元的俄罗斯冻结资产会很快花完，但如果交给美国和华尔街管理，这笔钱能被放大成多倍的投资来源。一位参与谈判的美国官员甚至说，在他们的运作之下，资金规模可能从2000亿膨胀到8000亿美元。这名官员的原话是：“我们真的很懂怎么让钱增值。”而美国这套思路的核心就是用商业促进和平。他们认为，如果俄罗斯、西欧乃至整个国际市场的能源与经济互相依赖，那战争的成本就会变得非常高，自然能降低冲突风险。像文件里提到的例子，未来乌克兰的数据中心要使用扎波罗热核电厂的电力，而那座电厂目前正被俄军占领，这就是典型的互相绑定。你不攻击对方，因为你也会受伤。这些提案现在正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激烈讨论，因为一旦采用，不只是乌克兰的重建方式会完全不同，就连俄罗斯的未来方向、欧洲的能源格局，甚至美国在战后的影响力，都会重新洗牌。简单讲，美国不只是想结束战争，他在试图重新设计整个欧洲的经济关系网。而这也正是这套一页纸文件真正的重量所在。美委之间的紧张再度往上拉了一格。就在12月10日，川普总统亲口证实，美国扣押了一艘委内瑞拉受制裁的大型油轮。这不是普通油轮，而是川普口中的史上最大之一。消息一出，国际油价立刻往上跳，委内瑞拉政府更是怒不可遏，直接骂这是抢劫和海盗行为。川普在受访时语气很直接，他说：“我们刚把那艘油轮扣下来，非常大，真的非常大。不止这样，我们还做了更多动作。至于那批石油会怎么处理，川普也莫绕弯子，可能会留着。”这句话把马杜罗政权气得跳脚。美国司法部后续出面说明，这次行动是 FBI 国土安全调查局、美国海岸防卫队外加国防部联手执行的。被扣押的这艘油轮叫 Skipper， 以前的名字是 Edessa， 因为涉及替伊朗运油，所以早就被美国列入制裁黑名单。一名新加坡石油经纪人向《华尔街日报》透露，这艘船在11月中旬关闭雷达状态下，偷偷在委内瑞拉装了超过110万桶重质原油。美方公布的画面也相当震撼，武装人员从直升机直接垂降到甲板，全副武装，准备攻坚驾驶舱，宛如一场实战行动。委内瑞拉政府的反应非常激烈， BBC 引述他们的声明，用的字眼毫不含糊，这是抢劫，是国际海盗行为，是美国蓄意掠夺委内瑞拉能源资源的一部分。而美国这边则说，这是一个警告。一名五角大楼官员透露，此举就是要给所有还在委外海排队准备装油的油轮一个讯号。因为目前海面上还有10多艘油轮待命，其中不少为避免美方侦测，已经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这也是为什么委内瑞拉反应这么剧烈，石油出口几乎是它唯一剩下的生命线。根据公共债务专家赫南德斯的估算，2023到2024年，马杜罗政府靠那些被允许的油气合作，总共赚了大约18到22亿美元，而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收入来自美国雪佛龙公司。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委内瑞拉专家拉姆齐的看法很直接，他说，川普在任何谈判里都偏好展示强硬手段，而这次扣押油轮很可能就是在美委谈判前故意把压力再往上加。拉姆齐也点出一个矛盾，如果美国真的要全面封锁委内瑞拉石油，最直接的第一步不是抓油轮，而是停买委内瑞拉石油。但川普政府现在并没有这么做。换句话说，美国这一招更像是精准施压，而不是全面封锁。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直接重塑全球石油市场。
现在，所有跟委内瑞拉有关的航运合同，统统被迫加上一条战争条款。什么意思？就是船东随时可能被美国扣船，风险飙升，运费自然跟着飞。更直观的数字来了，委内瑞拉的梅雷原油折扣，原本比布伦特便宜8美元一桶，现在直接扩大到15美元。换句话说 ，PLSA 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已经没有任何谈判筹码了。当制裁从纸面上的威胁变成真实落地的直升机、强登油轮，这个市场的规则就不一样了。威慑的逻辑很简单，但很残酷。委内瑞拉每天出口92.1万桶原油，现在黑船那些关闭系统、偷偷跑油的船东突然开始认真评估风险了。一旦大家不敢来，委内瑞拉每天可能会少掉30万到50万桶出口量。这是什么概念？足以动摇整个加勒比能源生态，附带损害已经出现。古巴今年的石油进口量暴跌35%，现在古巴很多省份每天只能分到2到4小时的电力。被美国扣走的那艘油轮本来就是他们的生命线。与此同时，美国的军事存在也在快速加码。15000名美军士兵部署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杰拉尔德2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到位。从9月到现在，区域内发生了22起袭击，共造成87人死亡。在这种大背景下，川普昨天的那句话就显得格外不寻常，马杜罗的好日子到头了。就在外界把注意力放在油轮事件上时，《华尔街日报》又放出一条重磅消息。当地时间12月10日，委内瑞拉最具影响力的反对派领袖，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玛利亚·科里纳·马查多已经悄悄抵达挪威。没错，就是那位长期被马杜罗政府禁止出境，甚至被迫藏身在偏远山区整整11个月没有公开露面的反对派核心人物。据报道，他是在严格保密下离境的，乔装戴假发，一路躲过10多个军方检查站，最后横跨加勒比海才进入挪威。而当他出现在奥斯陆酒店时，外面已经聚集了大批支持者，这是他消失近1年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更戏剧性的是，连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都一路对媒体保持沉默，直到颁奖典礼开始前，都没有人确定他会不会亲自领奖。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玛利亚，但他本人并未出席典礼，由女儿代为领奖。颁奖台上，诺奖委员会主席公开呼吁马杜罗下台。镜头扫过去，台下还坐着委内瑞拉另一位反对派人物冈萨雷斯。2位反对派领导人的同步露面，让整个委内瑞拉政局瞬间变得更加敏感。白宫虽然否认参与任何营救行动，但从川普最近的言行态度来看，他的目标并不难读，他想要的是一个没有马杜罗的委内瑞拉。相比发动一场昂贵的战争，用政治与外交手段重塑伟国权力结构，成本显然小得多，也高效得多。下一步，外界普遍预期，玛利亚将前往华盛顿会见美国高层，并在欧美展开巡回演讲，放大影响力。马杜罗下一步怎么应对？委内瑞拉内部会不会出现新的权力裂缝？以及美国的压力还会不会继续升级？后续的发展我们会持续关注。今天是俄乌战争开打的第1387天，战争几乎没有减速的迹象，反而在多个方向同时升温。先来看苏梅方向，俄军今天展开攻势，力度不算小，但整体推进几乎没有效果，前线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最激烈的还是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亲口承认，这里的伤亡令人痛心，但他强调，俄军损失更大。他说，我们还在这里，俄军还在不停往这里堆兵。战争研究所 ISW 的判断也相当冷静，俄军虽然还没有完全拿下波克罗夫斯克，但波克罗夫斯克尼尔诺赫拉德一线的局势依旧紧绷。ISW 认为，俄军最终很可能会夺下这2个关键点，但会付出更高的代价，也需要更多时间。前线的战斗强度可想而知。乌克兰第7快速反应军和第68旅击退了俄军一次大规模机械化进攻，摧毁多辆装甲车、卡车和摩托车。值得注意的是，俄军投入的部队里包括他们的空降精锐第76空降师。
乌克兰真理报、基辅独立报以及多个独立机构都给出了类似判断，波克罗夫斯克战线非常吃紧，部分乌军甚至存在被包围的风险。换句话说，乌军现在的坚守更像是在延迟俄军占领的时间表。乌军高层也很清楚，一旦局势不可控，就会撤向第二道防线。再往南走，扎波罗热方向同样打得很凶。俄军现在在胡利亚波列北部站住了脚，但随即遭到乌军密集炮击，损失不小。为了稳住这一线，俄军正在源源不断往这里增援。库皮扬斯克方向则出现了比较少见的情况。乌军联合部队发言人特列胡伯夫表示，乌军成功反包围了俄军，把俄军锁在库皮扬斯克城内。由于俄军无法有效补给北部的阵地，战线已经进入消耗战模式。在辛巴甫洛夫卡附近，乌军第37海军陆战旅第2营在伊万尼夫卡俘虏了10名俄军，同时击毙了5名俄军。科斯蒂安蒂尼夫卡、哈尔科夫方向，俄军虽有小幅推进，但代价依然很高。其余向斯拉维扬斯克莱曼、博罗瓦、赫尔松方向，俄军整天忙着进攻，但木能取得突破。值得一提的是，乌军的无人机部队表现非常亮眼。第412无人机旅仅靠无人机就成功摧毁了2套道尔 M1 防空系统和1套山毛榉 M3， 这3套装备加起来，俄军损失以数千万美元计算。从今天整体的攻击次数与伤亡结构来看，一个趋势非常明显，俄军的攻势越来越像是靠人数硬往前推。装备损失反而不多，但人员损失非常重，换回来的只是几百米甚至几十米的微小进展。这种打法显然不可持续，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近期不断从全国各地动员现役与非现役预备役，把大量兵力推向前线。俄军目前的战场策略本质上就是用人命换时间、换距离。战争进入第1387天，双方都在消耗，但节奏和承受能力已经开始出现差异。接下来战线走势如何，我们会继续关注。就在前线还在血战的同时，战火已经一路烧回了俄罗斯本土深处。莫斯科再次遭到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这一轮的冲击相当猛烈，俄罗斯几乎所有机场都被迫关闭，前后有近400架航班取消或延误。根据 Nexta 等多家媒体的消息，当地时间12月10日，乌克兰向俄罗斯多个地区发射了数百架无人机，重点目标就包括首都莫斯科。俄军的防空系统连续2天被逼得全力启动，但还是没挡住机场的停摆。俄罗斯最大的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一度宣布紧急实施起降限制，所有航班暂停。其他机场情况也差不多，纷纷关闭，空域实施临时管制，整个航班体系直接被打乱。最终造成的影响非常直观，累计378架次航班受影响。这已经是莫斯科在2天内遭到的第2轮空袭，前一天的无人机攻击就已经导致16班航班被取消。网络上流出的画面也很扎眼，莫斯科各大机场人满为患，旅客席地而坐，焦急等待航班恢复。为了缓解混乱，俄方甚至被迫启用圣彼得堡的普尔科沃机场作为备用，让原本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全部改道。两地之间可是600多公里。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之后承认遭到空袭，但声称已经在1小时内击落了4架无人机，累计拦截超过30架。俄罗斯航空运输署随后补充，莫斯科机场已经解除起飞限制。不过，混乱造成的影响已经无法挽回。与此同时，乌克兰昨夜还对俄罗斯多个地区的电力系统发动了猛烈攻击。沃罗涅日深夜发生爆炸，尽管俄军强调击落17枚导弹，但仍出现了大范围停水停电。边境城市别尔哥罗德的一座火力发电厂也被直接击中，现场闪出一道巨亮的火光，攻势明显在升级。但这天晚上遭殃的还不止莫斯科，俄罗斯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同样出事了。当地的核心市场突然发生大规模火灾，面积超过1500平方米。根据 Astro 报道，普拉沃别列日尼市场在12月10日传出一声巨响，随后起火。拍摄到的画面显示，市场中心升起10几米高的火球，浓烟直冲天际，整个区域被黑烟压着，场面非常骇人。俄方迅速否认和空袭有关，
说是煤气罐爆炸引发的火灾，并证实现场已经找到1名遇难者。当地出动了30多辆消防车全力扑救，但火势仍没有完全控制，间歇还能听到爆炸声，场景几乎像大型弹药库被击中一样。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